大家好，我是迅哥。这是一幅著名的画作，描绘的是1779年夏威夷海滩上50岁的库克船长挡在土著人身前，向手下们高喊不要开枪。但话音刚落，就遭遇了背后毒手。接着库克的身体被拖回岸上，扒皮去骨放到了锅里。这又是遇到食人族了吗？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下面就让我们继续今天的故事。在大航海时代，物产丰富的夏威夷群岛通常会被欧洲人当作沿途的补给站，而我们这集的主角库克船长，作为太平洋殖民时期的明星人物，就前后3次登陆过这里，同时也可能是岛民第一次接触到的欧洲人。1778年1月，他首先来到了考爱岛，却没给岛民留下什么好印象，因为库克明知自己的手下感染了淋病和梅毒，却仍然允许他们上岸收集物资。而这些憋坏了的船员们一旦上岸，心里想的只有当地的女子，而土著姑娘们也会怀着一种好奇心与他们发生关系。没过几天，一群夏威夷男人登上了库克的大船，他们抱怨自己下面肿痛的厉害，想要寻求帮助。其实岛民们很清楚，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一定和这次欧洲人的登岛有关。而船上的医生解释道，这不过是你们卡瓦酒喝多了，于是给他们涂了些水银软膏，就让其离去。不久，库克船队也离开了夏威夷，继续向北美方向探索。1年之后，库克第2次前往夏威夷，此时他心里有些忐忑，上次的事情会不会还让土著们怀恨在心呢？想着想着，就把夏威夷岛顺时针绕上了一圈。果然刚要登岛就吓了一跳，只见几百艘独木舟聚集在海岸边，成千上万的岛民翘首以待，但他们看起来并不愤怒，似乎是在举行着什么盛大的仪式。于是库克硬着头皮靠岸了。只见越来越多的独木舟不知从哪里赶来，中午的时候已经达到了1500艘之多。很快岛民们爬上甲板，开始莫名其妙的跳舞歌唱，仿佛是在欢迎着库克的到来。就这么折腾到了下午，不知所措的库克才带人上岸。不料前面的仪式仅仅是个开始，他们立马又被岛民们拉到了一个神庙里。那里夏威夷岛的部落酋长卡拉尼奥普早已准备好了饕餮盛宴，等候多时了。再次面对着一场复杂的仪式，库克受宠若惊又摸不着头脑，甚至无奈地喝下了一碗老奶奶亲口为他咀嚼的卡瓦酒。在仪式的最后，酋长更是将自己一套极其珍贵的装备送给了库克，一件斗篷阿胡乌拉和一个头盔马基奥里，它们看起来由黑、黄、红3种颜色构成，细看之下竟然全部是由鸟的羽毛打造的，光头盔就需要10几万根，而斗篷更是要用到数百万。每一个成品都需要几代人的羽毛收集和制作才能完成，据说可以赋予穿戴者某种精神力量的保护，所以只能专属于夏威夷各岛的贵族。而这些对于库克来说，也绝对是他出道航行太平洋10余年来见过最隆重的礼遇。可究竟是什么让这些岛民如此兴奋呢？原来每年的11月份，昴星团，也就是我们曾经提到过的7仙女星团，会在日落之后的地平线上方升起，而这一刻就标志了雨季的到来，同时意味着土地需要进入休耕状态，开始准备享受雨水的滋润。上集提到的雨神罗诺正是起源于这个传统。接下来就开始了长达4个月的马卡希基假期，期间岛上不允许进行任何的劳作，战争更是被禁止。岛民们每天要做的就是唱歌跳舞，以及举行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欢庆他们又迈入了新的一年。根据传统，岛民们需要举着一种象征罗诺神的阿夸罗啊顺时针绕岛一圈，而罗诺神则会在新年的仪式中死去，直到下一年才会重生。现在回到库克身上，距离上一次离开他的返回正好是1年，而他的船帆和桅杆又与阿夸罗啊惊人相似，加上同样也顺时针绕行了一圈，种种这些巧合之下，也难怪库克被认定成了罗诺神的化身。于是这才让夏威夷岛民们纷纷前往海岸，夹道欢迎他们的神，而酋长也不得不做起了接待工作。当然这一切库克自己是想不明白的，好吃好喝1个月后便又准备离开，临走前还把当地神庙里的神像当成了柴火，再次把岛民激怒。他们实在无法理解自己的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就在库克离开的第2天，一场大风暴折断了帆船的桅杆，无奈之下只好再次回到夏威夷维修。然而对于岛民来说，仪式后消失的库克就应该意味着死去，怎么能够提前回归呢？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失去了罗诺神新年重生的意义，完全可能影响到土地的收成。而且阿夸罗啊又怎么会折断呢？大家开始怀疑起了这个神的真实性。无论如何，库克的提前出现都严重的伤害了夏威夷人民的感情，酋长的一身装备也算是白给了。这时便有人偷走了库克一艘上岸的小艇，而库克更是个暴脾气，他怀疑这一定有人指使，于是直接跑到部落里绑架了酋长作为人质。
第二天2月14日，愤怒的夏威夷人一路追到了海边，并发生了暴力混战，库克也就此倒下。但奇怪的是，今天能看到的具体细节没有一个出自当时的目击者，包括库克每天都记录的日志，在1月17日以后的部分也神秘消失了。最早官方出品的画作则将库克渲染成了视频开头那个为了阻止流血事件而牺牲的英雄。相比之下，描述库克狼狈姿态的画作都不怎么出名。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但如果从桅杆断裂的那一刻起，库克之死就已经注定，或许过程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这次库克的到来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就是我们下集要讲的故事了。另外，在库克死后，作为一个真假难辨的神，夏威夷人还是为他举行了酋长级的葬礼。而由于岛民们相信人的力量都蕴藏在自己的骨头里，所以才肢解了库克，放入锅中水煮，其实是为了方便取出骨头。但这样的方式在外人看来就成了一种食人族的烹饪手法。今天不少夏威夷人都认为能帮世界除掉库克这个作恶多端的坏人是一件多么引以为豪的事情，以至于每年的2月14日这一天都成为了他们的库克之死快乐日。欢迎关注、转发和留言，我们下期再见。